看腻了熊猫家的兽人，这次我们终于迎来了新的素体 Meaty Toys 巨魔。直接看素体表现，不算头顶的鸡冠头，巨魔站直了能达到23厘米左右，和别的素体对比，看看效果，确实是个大家伙了。MT 巨魔的素体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修长的四肢比例，反而强调了壮硕的感觉，从四肢到躯干，发达的肌肉覆盖了全身，尤其是胸腹部更是块块分明，身体纹理刻画十分精细，同时通过轻微的自吸效果，更加强调肌肉的走向。暴起的青筋和血管也在强调巨魔的力量感。肩膀上大大的一印图案，清晰度也很高。我简单上手抠了抠，漆面牢固性还不错，正常把玩应该不会掉漆。起初穿着盔甲的时候，看到手脚和胳膊腿的颜色不一致，我还以为熊猫翻车了。卸了甲以后，才发现是故意做的渐变处理，这里应该也是出于还原游戏的考量。默认的是一对握拳手，替换手型有直握、斜握两对握持手，一对指向手，一对开掌手，以及一对放松手。巨魔脸部中央上了白色涂装，整体过渡还是比较自然的。耳朵和手脚一样，也进行了渐变处理，鸡冠头的精度在线，动感表现自然。除了默认的张嘴头外，还给了另一颗张嘴头，和圆头的差别很小，这可以玩大家来找茬了。不过还是能明显看出来圆头要更开心一些。最后还有一颗平镜头，这里要批评一下熊猫这个抠门鬼，3颗头雕竟然共用一个连接件，成本省在了不该省的地方。接着看看巨魔素体的可动，头部抬头角度略小，别的角度表现还不错。蝴蝶肩继承了美系玩具中看不中用的特点，外摆内收的角度都比较小，加上胸部是很多人喜欢的硬胶，让手臂内收角度略显遗憾。得益于小蛮腰造型，两段腰腹可动，让各个角度的表现都十分出色，能摆出各种大张力的姿势。胯部同样选择了耐玩性更好的硬胶，但对腿部各角度可动的影响就较为明显了。前踢侧踢中规中矩，想要实现更大角度就要借位，后踢受造型影响较大。膝盖弯折145度左右，脚部各个角度正常范围，脚掌单独可动。新素体的整体可动，在美系玩具里还算不错的水平，蹲姿也较为自然，得益于熊猫一贯舒适的关节调教，找好重心，稳定性也是不错的。下面我们看回巨魔的全甲状态，由于是原创角色，不是各位熟悉的那些人物，因此整体造型可以更加偏向美型一些。盔甲是熊猫家一贯的战损刻画加自吸涂装，不论是护具部分还是兽骨部分都做得比较自然，观感是非常不错的。熊猫家一直很重视玩具的把玩手感，这次巨魔的各处护甲依然选择了软胶件，看着尖刺的部分很多，实际把玩的时候一点都不会扎手，毕竟美系玩具还是要经常拿在手里盘的。配件给了一个替换的肩甲，两种不同的造型，随意替换就好了。给了一个骷髅图腾，可以通过连接件挂在后背。武器附带了2把斧子和2把小刀，它们两的造型竟然都是完全不同的，成本又用在了奇怪的地方。给的3把长矛造型则完全相同了，利用附带的剑带可以选择不背负图腾，而是背负长矛。安装剑带和图腾的时候，要注意背后是6棱行动，一定要调整好方向再安装，不要装进去了再旋转方向。怎么样，这个造型是不是很猎头？抛开无法过于追求还原这一不得不接受的情况，单从玩具本身来说，作为新素体的第一款产品，巨魔猎手的做工延续了熊猫家一贯的优点，加上造型帅气，配件丰富，玩法多样，手感极佳，
整体表现基本挑不出什么毛病，甚至由于过于出色，很难让人选择他家今年的最佳究竟是亡灵 DK 还是巨魔猎手，也许是即将出货的牛头人也说不定。他家今年的产能还真是窜稀一样，一款接一款呀。好了，我是树熊，不是熊，大家下期见。